2025年年终总结来了，今年我用过最惊艳的10个个人护理产品是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镇杰西卡，在纽约分享轻熟女的优雅和自信。时间过得好快啊，一下子就到年底了，又到了年度盘点时间了。那今天就来分享10个我今年买过最值得、最好用的个人护理产品，包括有护肤、彩妆、美发和身体护理产品。尤其是最后一个，我刚买了才3-4天，一用就惊艳啊！大家一定会喜欢的，记得看到最后啊！对了，先说在前面，我是大干皮45岁加的熟龄肌，也别忘了点赞、订阅，同时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那我们就要开始了。那首先第一款呢，就是这个 ELF 的卸妆膏哦。ELF 呢是一个来自美国的开价彩妆产品，便宜大碗，这款呢也不例外，12美金可以用很久，而且真的卸得很干净哦，是我用过所有的卸妆产品里面综合评分最高的产品，没有之一，真的很值得入。它呢有点像冰淇淋质地的，干手用，直接挖一点涂到脸上就可以了，打圈按摩就能够快速溶解彩妆。再加点水，能够乳化成牛奶状，不仅可以卸掉粉底啊、腮红，像眼线、睫毛膏这种比较难卸的部位呢也没问题的，而且完全不会有任何刺激的感觉哦。之后呢，再用清水洗干净就可以了。那尤其呢是比较厚重的这种眼妆啊，用它也是完全能卸得掉的，只要在眼部这种周围呢多打圈按摩几次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卸妆膏要比我以前用过的很多的眼唇卸妆液要好用，因为眼唇卸妆液嘛，大部分都用化妆棉，卸的时候很容易拉扯眼部的皮肤，但这款就不会，而且用完之后呢也不会像有一些卸妆油那么油乎乎的。那用完之后呢，我连洗面奶都不用的，等于说这个产品呢就承接了全脸卸妆、眼部卸妆还有洗脸的功能啊，非常的方便。洗完脸之后呢，皮肤也不会特别的干或者是紧绷，这点也蛮难得的，而且味道也蛮好闻的，很清新。12块一罐，真的，大家一定要去买，真的太好用了。我自己脸上呢是有很多斑的，年轻时因为不注意嘛，晒得特别多。那今年头的时候呢，我就去开始做光子嫩肤，也同时做了一圈功课，想要找一些功效性更好的精华，做了一圈功课，自己也试用了一堆之后呢，最后我现在无限回购一直在用的就是修丽可的精华，其中我用的最多的是这2瓶，分别是 C1 精华和这个美白淡斑精华。那我大半年用下来呢，我感觉斑点呢确实减少了不少，而且呢整个皮肤脸呢也比以前更加白一点，更加细腻一点。当然肯定也是跟我去做光子嫩肤是离不开干系的啦，但是呢你日常护肤肯定也是很有帮助的。先说这个 C1 精华，是他们家明星产品，主打呢是一个抗氧化，只能早上用啊。它里面呢是含有纯维生素 C1% 的维生素 E， 还有阿魏酸。洗完脸之后呢，干脸干手用，就这个产品还蛮有意思啊。每次用呢，我总感觉皮肤有那么一点点非常轻微的刺激感，不是痛哦，就很轻微，就感觉哎呦，好像有感觉。这是因为它里面有非常高浓度15%的纯维生素 C 哦，可能也是因为这种感觉，所以我每次用总感觉很有效果的样子。那至于这个淡斑精华呢？它呢含有3%氨甲环酸、1%曲酸、5%烟酰胺，能够减轻顽固色斑痘印。质地呢也是蛮轻盈的，不太容易刺激。敏感肌呢也可以用的。这2个精华呢是叠加使用的，早上呢是先用这个，然后叠加这个美白淡斑精华，晚上的话呢就直接用这个。我还会有其他的修丽可的精华，但我觉得最推荐的还是这2个。我就用了好多瓶了，像我这种不爱囤货的人啊，碰到修丽可打折还是会忍不住囤很多，因为这些产品真的太好用了，会一直用下去的。我呢皮肤特别的干啊，前一阵呢我就算用了保湿精华很厚的面霜，没过几个小时脸上就很干，就像裂开来一样，你知道吗？前几个星期呢，我就冲到店里面想去买脸上用的精华油嘛，还真的被我找到一瓶真的很好用，就是这瓶 La Mer 的精华油。我用了第1次哦，当天晚上我整个脸就感觉得到了拯救，就没有这么干了，白天也是一样的，而且呢你上妆什么也不太容易卡粉，特别的好用。
它呢不是很大，就30毫升$295。说实在话，在 La Mer 的产品里面，算是相对没有贵到离谱的产品，因为它的用量很少啦，这一瓶可以用很久。它呢是油水双层的设计，用前呢要稍微摇晃一下。这个 pump 呢也做得蛮好的，每次出来就一点点，正好上脸就足够了。质地呢比起其他的油会更加清爽一点，上脸速度非常的快，不会油乎乎的。但是用一点就觉得很滋润，感觉脸上的皱纹呢都舒展了。使用步骤呢，就是在我使用完所有的修丽可精华之后呢，我就会用这一个精华油，然后呢再用面霜。那我一整天、一整个晚上都不会再有这种皮肤爆开、裂开的问题了。如果你是大干皮哦，秋冬季节，我觉得这瓶是可以入的。面膜呢，其实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停止不用了，但是今年呢，我找到一个特别好用的面膜，是我的一个很懂经的闺蜜推荐我的，是这一个来自日本、法国的品牌 Evidence 的神奇面膜。这个不夸张的说，可以算是我这辈子用过最好的面膜之一了。它呢是涂上脸的，质地呢是轻盈的绿色凝霜，不厚重的，每次呢只需要涂薄薄一层，不要太厚就可以了，也很容易推开。上脸之后呢，不要让它待着不动啊，这是不对的，要记得稍微按摩一下，直到它变得比较清透就可以了，会有冰冰凉凉的感觉，很舒服。15分钟之后呢，用浸润了爽肤水的化妆棉把它擦掉，皮肤就变得很滑很嫩，真的有肉眼可以看到，好像光彩照人呢，而且呢蛮细腻的，就像给脸打上了一层柔光滤镜一样。味道呢也是很高级的 SPA 的感觉，很疗愈，很放松。这个呢，我一般是1周用2次。这个呢也是非常的贵，贵到我已经不记得多少钱了，心在滴血。好在呢，这个里面这个是可以换新的，所以外面这个瓶子看上去旧旧的，因为用了很久了。里面这个新呢，我每次都会买新的。接着就是彩妆部分啦，我们先说底妆。那就是 Clé de Peau 的这个气垫粉底。Clé de Peau 的底妆呢，我一直用，以前是长管，但是长管呢，到了夏天的时候用起来不太方便，而且比较厚重，我就去了柜台，柜姐呢就推荐了我这个 CPB 的气垫，哇，没想到这么的好用。那比起很多常规的气垫呢，我觉得现在的气垫确实进步很多。因为这款气垫呢，改变了我对气垫的一些刻板印象。以前呢，我觉得气垫的底妆产品遮瑕力比较弱，但是这一款的遮瑕力还是相当不错的，而且上脸呢就会有那种水光肌的效果，显得皮肤很嫩。另外呢，上妆速度超级的快，随便扑几下就可以了。用完之后，皮肤呢又透又亮，就算多次叠加也不会卡粉的。现在呢是到了冬天季节，但是依然可以继续用的。我这个已经快用光了，它这个芯子也是可以换的。我刚刚买了一个新的，等一下就要去换一个。这个也是一个省钱的小方法吧。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哦。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接着就是眼影盘哦。我在今年头的时候呢，痛下决心啊，把我买了5、6年的眼影盘呢都扔掉了。不是不好用哦，真的是因为感觉时间太长了，担心呢用下去脸就要过敏了，好吧？所以我扔掉之后呢，就买了这一个眼影盘，是一个来自美国的专业化妆师品牌，叫做 Natasha Denona。那我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比较小。其他的普通的眼影盘我感觉用10年都用不光，但我觉得这个尺寸可能用个2、3年应该可以用光吧。一般来说的专业彩妆师调出来的眼影盘的配色都不会差的，这盘呢也不例外。我很喜欢它整体的这个感觉，是有一点点干枯玫瑰粉，比较适合亚洲人肤色，而且呢它是有珠光也是有哑光的。无论你是日常通勤啊，或者是参加活动啊什么的都可以用，它可以不停的 build up 上去，而且这个最深的这个颜色呢是可以当做眼线用的，等于说眼线笔都可以省了，而且用起来也很好用，用手指画画就可以了。$26啊，性价比无敌。我这里也给大家试一个颜色吧。那我一般呢，我会用这个粉色来打底，它是哑光的。然后这个呢是 Shimmery， 是我用的最多的，我会用在眼头或者是用在这个眉弓的部位，很好看的颜色，对吧？
我在眼尾这个位置就会用上这个颜色，是有一点点棕色，但不会太棕，上面还是有一点点粉色调的。我在这里看得见哦，你看就很好看，要比普通的一些棕色呢少了一点点黄色调，所以我很喜欢这个颜色，而且不是太深，所以新手用呢也完全没问题。哎呀，我不是美妆博主啊，实在是这个试色试的不是很专业啊，大家就求放过，求原谅，我以后再努力进步一下啊。这个颜色呢也是有一点点 shimmery 的，有时候我会用在下眼睑的位置，就是这个，就这个颜色。总之吧，就是真的很好用，而且好多地方都断货了，大家赶紧去买。就这个配色最好看，其他几个我觉得都一般，就买这个。今年年头，除了扔掉眼影之外呢，把腮红也扔了，也是用了5年都不敢再用了。所以我今年呢新入的腮红就是这个 Jones Road，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它呢就是 Bobbi Brown， 没错，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专业彩妆是 Bobbi Brown 创建的品牌，60岁的时候创建的，也蛮励志的。这一款呢是他们家一个明星大爆款奇迹膏，其实可以用在脸上的任何部位，但我一般呢还是比较喜欢把它用作腮红。那这个品牌呢，主打的就是 no makeup， 就是看上去很自然的彩妆，而且品牌成立的初衷是为了熟龄肌的姐姐来打造的，那就很适合我了。这个奇迹膏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涂上之后就会皮肤显得由内而外非常的红润健康，气色很好，而不会像有些腮红那么生硬。那更棒的是呢，它的配方很好，非常的滋润哦，所以不会像有些腮红用上去脸会很干，它反而会有一个保湿的效果。那我另外一个朋友跟我说，他一个冬天都用了这一个奇迹膏，感觉就像给自己的脸上加了一层保护层一样，防止爆皮哦。那今年冬天呢，我也会试试看哦。那等到明年春天再跟大家来汇报。那我这个颜色呢，看上去很深，但其实你用在脸上呢，颜色一点都不深，就像我现在这样。一般呢，你用手直接这样轻拍就可以了，当然你用刷子也是 OK 的。我买的时候还在想，哇，这么大一罐，我得用我10年都用不光吧？但是你看，我现在1年都不到，都已经用了一大半了，好吧？我感觉明年努力应该是可以用完的。那这罐呢是40美金，非常的划算。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今年用过很惊艳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接着呢就是唇蜜了，我自己呢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用哑光唇膏的，因为我觉得唇蜜这种油不拉几的只适合小女孩，不适合我们这种姐姐好吗？那我今年放下成见试了一下，感觉好像人有变年轻哎。你看人奔5了之后，无论你是化妆还是穿衣服，目标就一个，怎么样显年轻怎么样来开玩笑啦。那这个呢是 Tom Ford 的唇蜜应该是舒淇同款，我觉得这个颜色是我试到现在最适合我的一个颜色，是8号，是有点偏杏色的，就是属于那种日常也可以用，感觉就像没涂什么东西，就好像涂了一个润唇膏一样，但其实是有一点点淡淡的杏色，会显得气色特别的好。当然我如果因为拍片子嘛，有的时候光用这个呢就会显得有点苍白了，那日常用是完全没问题的，很推荐这个色号。而且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虽然是唇蜜，但是呢上嘴不会有那种猪油嘴那么油乎乎的感觉，还是比较滋润但是不那么油的，质地也是相当不错的，味道也蛮好闻的。这一款呢我自己是很喜欢，会无限回购这个颜色的。当然你也是可以叠加的，比如说我已经涂了其他的唇膏，你看叠加也蛮好看的。第9个就是美发产品啦。今年开始呢，我就染头发，因为我以前是非常黑的头发，年纪大了之后特别黑的头发就会显得很老气嘛，所以我从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开始染头发，比较黄的一个发色。那发型师呢就给我推荐了卡诗这个紫色的洗发水我也是人生中第一次知道原来有这种紫色洗发水，专门是针对金发或者是挑染或者染的比较浅的发色都可以用它。它的好处呢就是可以让你的这个发色维持时间更久，不会发黄。如果有染发经验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头发染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发色总会越洗越黄，越洗越黄，最终就很像杀马特那种颜色，就很丑很cheap好嘛。但是这个洗发水不会它可以让你的发色保持很新鲜，而且你头发的整体的颜色不会发黄。你看我下面的这个
就这里的颜色已经染了起码有8、9个月的时间啊，然后上面的头发还有其他的地方都是不黄的，整体的这个质感看上去也很好，所以这个洗发水真的很神奇啊！到底是卡诗的东西啊，绝对可以相信它的品质的。如果你像我一样有染色或者是头发颜色比较浅的话呢，就可以买这个紫色的洗发水。那它里面的料体呢也是紫色的，我就不展示了，因为会弄得乱七八糟，大家使用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点，不要溅的整个浴室都是啊，这个看上去有点吓人的。那最后一个来了，哒哒，是我最近新买的这一个身体油，来自 Aesop。Aesop 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它呢是一个来自澳洲的，专门做这种媒体啊、香氛啊这种很生活方式的一个品牌。那我其实呢，以前一直是用身体乳的。如果大家有看我去年的盘点，其实我有一个开价的身体乳，我用了很多年，今年也在用。但问题是哦，天气呢很干，再加上可能我年纪真的大了，身体就越来越干哦。现在我用这个身体乳啊，没几个小时，我穿脱衣服的时候就会发现，尤其是腿部就会有很难看的白屑，听上去有点恶心哦，但这是事实哦。如果你像我一样是干皮，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反正很吓人。后来我一个闺蜜就给我推荐了这个产品，她说她用了之后就完美解决了这个身体很干燥的问题。我买来一用，果然是真的，我的天哪，要不要这么好用啊？这款产品叫做天竺葵叶保湿修护身体乳，或者说身体油。它的质地呢是油状的，但是呢不会像传统的油那么的厚重，介于乳液和油之间，很容易吸收。反正我用完第一次啊，这个腿上的白屑就不见了，就是很好用。而且它的味道非常的治愈，天竺葵叶再加上一点点木质的香调，就好像在高级的 SPA 里面那种感觉，真的很放松，很疗愈。这款呢是100毫升，49美金，性价比也是蛮高的。我没有等打折的时候买，因为我觉得这种产品打折也打不了几块钱啊。我不想让我的白屑再多留1天的时间，所以我当时就赶紧买了。如果你像我一样皮肤很干，有这种问题的话呢，就赶紧用这一瓶，真的好用，你一定会感谢我的。好啦，一口气盘点了10个我今年用过最惊艳、最值得入手的10个护肤、彩妆、美发和身体护理产品，大家有没有被我种下一片大草原呢？大家最近有用过特别好用的一些个人护理产品是什么呢？也欢迎留言分享吧。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